有请一对新人。素素，你的孩儿娶媳妇，你和翠山在天之灵，要保佑他们才好。一拜天地，再拜高堂，夫妻交拜。不能拜。赵姑娘，今天是碧教教主和峨眉派周芷若姑娘大喜的日子。赵姑娘光临道贺，就是我们的宾客，我不希望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今天我有几句话要跟你们张大教主说，说完之后我就会走，绝对不会叫杨左使为难的。赵姑娘有什么话，可以等行完礼再说。行完礼再说就已经晚了。今天我们宾主尽礼，务请赵姑娘自重。这么说，如果今天我不自重的话，杨左使便会向我动手，是吗？凡事都要适可而止。赵姑娘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有些事是勉强也勉强不来的。我赵敏从来就不爱勉强别人。张无忌，你是明教教主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？我说过的话当然算数。当日我救了你30叔和60叔，你答应过我会为我做3件事，对不对？不错。你要我借屠龙刀给你看，你不只看过，还把刀偷了去。屠龙刀在谁的手里？你义父应该最清楚，你大可以自己去问他。我义父身在何处，还要请赵姑娘告知。当日我们讲明，要你做那3件事，只要不违背侠义之道，你就要遵从。至于屠龙刀，我已经看过了，所以第1件事我就当你做了。我现在要你为我做第2件事。张无忌，你当着这么多位英雄豪杰面前，千万不要言而无信啊！这个当然。赵姑娘，你有事情托我们教主去办，既然有约在先，只要不违背武林道义，不要说张教主答应，就是我们明教上下，也会尽心尽力帮助赵姑娘。不过，此刻是碧教教主，也就是我的外孙无忌和新夫人参拜天地的良辰吉时，任何事都要搁置一旁，请赵姑娘不要阻挠。很抱歉。我要你为我做的第2件事，就是今天不可以跟周姑娘成亲。什么？对不起，这件事恕难从命。这么说，你说过的话不算数了。当日我们言明在先，为你做那3件事，绝对不能有违侠义之道。我和周姑娘有婚约在先，要是我今天答应你，就是违背一个义字。要是你真的跟他成亲的话，你就不孝不义，到时候后悔就晚了。你说话慎重的好，我如何不孝，如何不义？赵姑娘，今天我敬你是客人，让你3分，但是如果你再胡言乱语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么说，你是不答应我了？赵姑娘，你对我的心意我明白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你还是想开一点吧。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赵姑娘，你这第2件事，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你自己想想。赵姑娘，请留步。要么你就跟来，要不然就快跟你的新娘子成亲。男子汉这么犹豫不决，很容易抱憾终生的。赵姑娘，请留步，一切可以从长计议。赵姑娘，芷若，我。赵姑娘，赵姑娘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小心！
芷若，芷若，周姑娘使的到底是什么武功，那么特别？这种武功至阴至寒，前所未见。你走开！张无忌，你受了这个妖女迷惑，居然弃我而去！芷若，请你谅解我的苦衷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赶着去办，事成之后我就会立刻赶回来。婚姻之约，张无忌绝不反悔，只是想把婚期暂时压后。要么立刻成亲，否则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。张无忌，希望你好好想清楚，免得你他日后悔。要是我今天不跟赵姑娘走，万一事情起了变化，我会抱憾终生的。路只有2条，你一踏出这个门口，就休想回头。赵姑娘，赵姑娘，芷若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日，等事情一解决，我就会立刻赶回来向你请罪的。不要再找借口了，张无忌。各位亲眼所见，今天是他负我，不是我负他。从今以后，我跟姓张的恩断义绝。义父待我恩重如山，万望你见谅。周姑娘，无忌只不过是一时。赵姑娘，你怎么样？你跟来干什么？你不怕你的九姑娘不要你了吗？赵姑娘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做不义之人，为天下英雄所不齿？我这么跑出来，你叫芷若以后怎么见人？你还是让我回去拜完堂再说吧。我没有勉强你，你喜欢你就回去吧。哎，赵姑娘，赵姑娘，赵姑娘，你怎么样？带我走，我不想留在这里。你醒了，放心吧，我已经运功替你止血，应该没什么事了。终于剩下我们2个了。赵姑娘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义父到底在哪儿？他老人家没什么事吧？原来你肯跟我出来，完全是因为你义父。哎，小心！现在你心里一定是怪我害你成不了亲，有负你的芷若，是不是？你何必还要挖苦我？求求你告诉我义父在哪里，你不要再戏弄我。就算我要骗你的话，这些也骗不了你了。
元贞，就是当年混元霹雳手程坤。义父在程坤这个恶贼手里，义父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。程坤为人阴险，武功高强，义父在他手里，不知道会被他折磨成什么样子。他们在哪儿？我要立刻去救我义父。我带路，你带我去。你何必还冒这个险呢？我高兴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一定丢下我不管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赵姑娘，哎，赵姑娘，赵姑娘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还没死。赵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昏迷了整整1天1夜。伤口好痒啊。你觉得痒，是因为佛座小红莲它的药性发生效用。幸亏我记得这座山上有这种花，要不然……怕我毒发身亡是吗？一朵这么娇艳的小红花，真没有想到能够去除致命的恶毒。所以看人不能只看外表。张无忌，你现在明白了？我明白什么？周芷若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他怎么懂得这么邪门恶毒的武功呢？我也觉得奇怪。芷若的招式的确很辣，难道是灭绝师太的秘传武功？你现在还不明白？你记不记得那天他想暗算我要杀我？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他会毒爪功了。不过可惜那天你来晚了一步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结果是死无对证了。你现在亲眼看到，你的芷若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温婉柔弱，她的毒爪功一招之内能令人致命。芷若心地善良，照理说一定不会使这么歹毒的武功，所以就算灭绝师太教会她，她一直都不肯用，直到这次。也许我真的把她惹火了，以致她大失常性。说到底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对不起她。她是大失常性，还是天性如此？那就要问问你义父，他能够给你答案。我义父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总之谢前辈知道。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。我恨不得立刻跟程坤这奸贼决一死战。我一定要尽快把义父救出来。如今大敌当前，你不可以鲁莽行事。我顾不了那么多，最重要的是救出义父。要是连你也死了，谁去救你义父？照你这么说，莫非那里真的是龙潭虎穴？总之，以你一个人的力量，绝不是程坤的对手。你先通知杨左使他们，叫他们前来支援。你就是不肯告诉我，我义父在哪里，我怎么通知他们？总之，你通知他们往西走。至于正确地点，就是布袋大师。说不得。好吧，我一路上留下明教的暗号给他们。嗯。现在扫地不用念经吗？很快的。稍后再扫吧，要不然待会儿又被戴掌门责怪了。是他教我们打扫的，不扫干净，我们又会挨骂了。总之，神也是他，鬼也是他，只会拿戴掌门来压人，没有倚天剑，连掌门铁指环也没有，拿着鸡毛当令箭。你说什么？是谁说我连掌门铁指环都没有啊？还说我拿着鸡毛当令箭？丁师姐，他们只是一时不小心说错话，我看他们是无心的，请你别见怪。我知道，他们一直都不把我这个戴掌门放在眼里。你们认为周芷若才是正式的掌门，可你们不要忘了，
是他自己勾结魔教，败坏名声，才被逐出峨眉。要是不知羞耻，胆敢回来，那么掌门之位，我双手奉上又何妨呢？禀代掌门，叛徒周芷若回到峨眉。刚提到他，他就回来了。张无忌跟他一起，弟子只看到周芷若一个人。他一个人。周芷若，你还敢回来峨眉吗？你还有面目面对我们仙师的灵位？难道你忘了，你已经被逐出峨眉？这也难怪，现在连靠山张无忌这个大魔头也要跟蒙古妖女赵敏走了，无处容身，自然会想起我们仙师和峨眉的好处。树大好乘凉嘛，天大地大。你偏偏沦落到大庙不收、小庙不容的地步，我这个做师姐的看到也不忍心。看在是师姐妹的份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肯交出铁指环，磕头认错，我就让你回峨眉，拜在我丁敏君门下。我们峨眉也不在乎浪费点粮食，多养个闲人。